蓝忘机突然间竟失声说不出一句话，痛极恨极。他蹲在魏无羡床榻之前，一下又一下的轻轻擦拭着他唇上的血迹。这一刻他是多想把自己给这人的伤害通通还给自己，可若是真的那样做了，如何又能好好照顾这人？明明是那么想好好爱他护他的，可总是疼吗？他像是在问床榻上的人，也似在问自己，愣愣的看着还在昏睡的人，直到弟子送来黑棕色的药，转达医师的吩咐，让尽快喝下去，他这才接了药碗，让弟子退下，轻轻的用嘴尝了一小口，温度刚好，却苦得厉害。他略微皱眉，这人连姑苏的药膳都嫌苦，这药给喂下去该会遭罪的吧？可良药苦口，他还是把魏无羡抱坐起来，稳住那无力软塌在他怀间的身子，用勺子给他喂药。果不其然，不过尝到一点味道，这人就紧皱着眉头，死死闭紧了唇齿，勺里的药顺着他唇角流入了脖颈，几分狼狈。蓝忘机急忙给他擦拭干净，又继续着喂药的动作，可结果还是如此。魏无羡排斥的厉害，魏婴，乖，喝药。蓝忘机温声的轻哄，却也是毫无作用。他轻叹了一口气，却是不敢再强行的喂药，怕呛了他，也怕他衣服被药打湿难受。之前他是用嘴给这人喂药，才好好喂下去的，但是一想到这人现下心性，总觉得不妥，尝试性的又轻唤了几声魏无羡的名字，想着这人会不会清醒过来，可人依旧昏睡着。感受到慢慢发凉的药，终究还是端起碗，把药含进了嘴里，慢慢凑下去。熟悉的略微发凉，却很是柔软的唇，一时间唇齿间全是发苦的药味，也是那刻入骨髓的温热香甜。一口接着一口，一碗药很快见底，魏无羡抵触的挣扎也被他的强势慢慢安抚下来，乖乖的吞下所有的药，却也被难受的睁开双眼。蓝湛，哥哥别咬我，不咬。几分愕然，却也很快调整了情绪。蓝忘机离开他的唇角，轻声道：苦，我知道。说话间，蓝忘机便把桌案上的蜜饯拿了一颗放进魏无羡嘴里，小心翼翼地看着他，而魏无羡还有些发怵，似乎有些反应不过来发生的一切。还苦吗？不苦了。魏无羡清醒后抬眸看向蓝忘机的眼中，还是有些胆怯，害怕这个人不要自己，害怕父母再也回不来，害怕那些令人不开心的日子。魏婴，别怕我。被魏无羡眼中的惧意刺痛，蓝忘机只觉得自己心里梗塞的难受，是我不好，让你害怕了。没有。魏无羡听他话语，却是把手慢慢的攥紧，几分不安和忐忑，甚至不清楚先前还冷峻的人，为什么只是自己一觉醒来就变了个模样，再会察言观色。这个年纪的他，还是有那么些看不懂。手上有伤，别攥。蓝忘机见他动作，急忙制止他动作，却也不敢过于用力，怕他伤口疼，只是看着那慢慢结痂的地方，心里却是越发的难以释怀。魏无羡还是有些怕他，被握住手后便不敢再动弹，眼神中也全是闪躲。还是怕我吗？蓝忘机说话间轻声里带了些沉痛。魏无羡这一次没有说话，只是摇了几下头，随后视线落入自己被握住的手上。先前我不是有意凶你，只是见你在地上蹲睡，怕你染了风寒，是我不好，让你难受了，别再怕我，可好？轻叹里是几分落寞，却又轻柔的如同西风，让魏无羡心里慢慢安定下来，不是之前那么的慌乱无助。是小声的回应，却是敢慢慢抬头看向蓝忘机。日后你要答应我几件事，可好？第一，不许再到地上睡觉，睡得不舒服可与我说。第二，不许再咬自己，难受的时候可咬我，但再不能伤害自己。第三，好好留在我身边，让我多看看你，可好？留在你身边，留在我身边。若是你不喜欢这里，想去哪里，我一直会在身旁。魏无羡无端的鼻头一酸，原来蓝湛没有厌恶自己，原来这个自己喜欢的大哥哥，还是如同初见是那样的温柔，原来除了父母，真的有那么一个人会对自己好。饿了吗？蓝忘机把提前准备好的药膳一点一点的用勺子喂着他，却看见那冷不丁落在碗里的泪水时慌了神。魏婴，是不好吃还是哪里疼哪里难受？蓝忘机急忙放下碗，把他里里外外都看了一遍，那湿了的双眸让他一下烂了所有。他的魏婴再疼再难受，也几乎不曾在他面前有过这么脆弱的一面。
哪怕憋着也不会就这样让眼泪掉落下来，心里被他哭得一塌糊涂，不知所措。魏婴是不是手疼还是？可他的关心，他的慌乱，却让魏无羡原本默默的哭泣变成颤抖的痛哭，好像把所有的委屈和难受都释放出来似的。魏婴，别哭，我想父亲，我想母亲，我想回家，不会有人欺负我，不会饿肚子，不会冷，不会被狗咬，我害怕，害怕一个人，好黑，我怕。蓝湛，对我好，很好。魏无羡哭到后面直喘不过气，说话间都是断断续续的，身子依旧还是那样的颤抖，几乎承受的所有伤痛和害怕都展露无遗。一句轻声安慰，一口香甜的粥，足够让长时间在外流浪、受尽磨难的他卸下不符合年纪的伪装，假装自己很坚强，很好。也只有在这个人面前，他才会这么的委屈，这么的难受。似亲人，胜亲人。魏婴啊，一字一句如同凌迟剔骨般的疼遍布了全身。蓝忘机把他搂进怀里，想要说的那些守护，那些承诺，也只不过这样一句心疼的呼唤。这一哭已然让他所有的城墙轰然倒塌，溅起的沙尘刺痛了双眼。他想永远为这人遮风挡雨，提灯照路，在没有风雨和黑暗，一个人竟是哭也能哭得睡过去。蓝忘机心里软得糊涂，一下又一下的轻拍着他的背，嘴里的温声安慰也一直在耳旁，直到魏无羡软塌塌的趴在他怀中，时不时还低声抽泣。蓝忘机这才发现他睡了过去，他想把魏无羡放到床榻之上，好舒服些，可奈何这人一直死死抓着他的衣衫前襟，只是一动他便皱眉撇嘴，被他哭软的同时宠溺一笑，只觉得线下的这人软糯粘人，如同一个小团子般，让人爱护的紧。蓝湛，不走，魏婴乖，不走，我不走，我在这里，一直在呢，也不再顾忌什么。蓝忘机索性顺势一躺，依旧将人搂在怀中，拉过球被好好盖住魏无羡，慢慢抽出来的一只手，轻轻地擦拭着他脸上的泪痕，眼睛都几分红肿，也不知是何心理，竟是轻轻吹了过去，像是哄骗孩子那般，吹了即消散，哪怕不知这人眼睛痛与不痛。睡了好半天，魏无羡这才悠悠转醒，眼前的一幕幕，一桩桩像是刀刺一般插入他的头脑，疼痛万分的同时，竟是想起了一切。他被怨气侵蚀，好似蓝湛把他带了回来，随后自己似乎是记忆错乱了，回到幼时，再然后就是发生的这些事，所以他真在蓝湛面前哭得上气不接下气，哭睡过去，草他大爷的，也算是在蓝湛面前丢尽面子了。幸好也只是蓝湛。魏无羡撑着头暗骂几声，他的头还是零零碎碎的刺痛，却也抵不过那几分羞耻。怎么了？头疼？乖，我看看。他刚动作就惊醒一旁浅睡的蓝忘机，是哄骗孩子那般的语气。魏无羡惊愕几分的同时带了些好笑，他二哥哥也时常哄他，却不曾这般模样，还带了些面对孩子时的手足无措。作恶心起，倒是不曾立刻说自己恢复了，想逗逗他二哥哥。羡头疼，蓝湛吹吹，好，吹吹，乖，